1517年，明朝北方边境上爆发了一场号称规模宏大的战役，近10万明朝官军与寇边的蒙古人激战数日，当时的明朝皇帝朱厚照甚至还亲自领兵参战，成为最后一个亲上战场的大明君主。但他的这场大捷却只打死了16名敌军，双方加起来才死68人，让古今所有看客都觉得不可思议而疑云重重。为什么这场战争如此诡异？今天我们就来讲讲他的故事。明朝和蒙古是一对冤家，朱元璋赶跑了蒙古人，却没能消灭他们。他的儿子朱棣虽然5次远征蒙古取得胜利，但还是没能彻底消灭他们。所以朱元璋和朱棣死后不久，恢复实力的蒙古人多次进犯边境，最成功的一次是在土木堡抓到了明宝宗朱祁镇，甚至一度打到北京城下，多亏文臣于谦力挽狂澜，不然大明在那时候就要亡国了。但我们今天要说的不是土木堡之战和朱祁镇，而是他的曾孙朱厚照和蒙古人之间发生的一场诡异的战斗。明武宗朱厚照是明朝的第10位皇帝，史书上说他的是不学无术、贪玩好色、不按常理来的皇帝。朱厚照确实很贪玩，经常偷偷溜出皇宫来个微服私访，大臣上早朝都找不到他的人。他不光贪玩，还喜欢舞枪弄棒，总想着指挥千军万马纵横沙场，建立和他先祖一样的丰功伟绩。大明正德12年12月13日，大学士杨廷和率领文武大臣早早的就在京师德胜门外张灯结彩，欢庆明武宗朱厚照指挥大军击败鞑靼，凯旋回京。直到晚上，明武宗才骑着高头大马率军赶来。明武宗接过杨廷和斟的庆功酒，一饮而尽后，兴奋地对诸臣说：“我在战场上亲手砍死一个敌人。”这句话没有任何夸大的传奇色彩，不但简单，而且平实。问题是，帝国的皇帝以3军统帅的身份砍死了一敌人，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皇帝曾冲锋在最前面，为了在战场上亲手砍死一个敌人，就要冒着被砍伤、被俘虏的危险。也不知道听到这话的大臣们会不会一头冷汗，满心后怕。究竟是什么战争能够惨烈到要皇帝亲自上阵杀敌的地步呢？这就是明武宗的高光时刻——应州大捷。不过这场战争虽然被明朝称作大捷，清朝却坚称是假的。那么这究竟是一场被抹黑的胜仗，还是一场被粉饰败绩的败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战争过程。明武宗是在正德12年9月末抵达山西大同的洋河前线的，不过他来这的目的很单纯，就是来玩的。朱厚照是在亲信江彬的怂恿下偷偷溜出皇宫的，他还给自己取名朱寿，封自己为镇国公、威武大将军。恰好此时蒙古的小王子达延汗带着5万人进犯，这5万蒙古兵的目标不是洋河，毕竟他们也不知道大明皇帝就在洋河。这次进犯的目标是榆林，属于一次正常的打秋风，并没有想与明军发生大规模激战。然而玩心大作的朱厚照得知蒙古骑兵来犯后，不仅没有退却，反而决定抓住机会，主动发动进攻，并亲自部署兵力。一场阴差阳错，堪称啼笑皆非的明朝与蒙古之间的决战就此展开。先是5万鞑靼骑兵分道南下劫掠，并在位于大同镇富里的孙天宝安营扎寨。大同总兵官王勋以及副总兵官张毅等人趁机率领所部主动反击。10月初1，明军与鞑靼骑兵在大同城外的秀女村撞上，双方二话不说就开打。此时明军只有3万人数不足，朱厚照一边调遣援军，一边指挥军队主动出击。双方在山西应州交战，一开打，朱厚照就命人猛冲，这种亡命打法迷惑了小王子。他错误地认为对手就是明军的精锐主力，而且人数众多，再加上鞑靼骑兵本就是来打秋风的，也不愿与明军纠缠，于是他怂了下令撤退。10月初2，王勋率领的明军主力与鞑靼骑兵在应州城北的五里寨再次撞上，双方再次厮杀起来。这次厮杀比较激烈，加上明军背靠应州城作战，所以与鞑靼骑兵打得有来有回。可惜以步兵为主的明军机动性不如鞑靼骑兵，激战到傍晚时，王勋等人就被包围在城北了。不过因为天色已晚，鞑靼也没有贸然出击，
双方进入对峙状态。10月初3拂晓，天降大雾，鞑靼害怕明军突袭，便主动撤了对王勋部明军的包围圈。不久后，延绥副总兵朱鸾和守备左卫成都指挥徐府带兵前来增援，双方这一天没有爆发战争。10月初4，王勋率兵出城，结果在城外的涧子村与鞑靼骑兵再次撞上，又是一场恶战。这次战争的规模远超之前的秀女村之战和应州城北攻防战，因为这一天明武宗率军从洋河赶来，加入了战斗。就在王勋与鞑靼骑兵在涧子村大战时，附近的明军也立马赶来增援。驻扎聚落堡的辽东左参将萧子，驻扎在天成的宣府游击石春，驻扎在威远的平鲁游击周正等，前后带本部兵马加入战斗，战争规模立刻扩大。此时的明军兵力要远超鞑靼兵力，是个对鞑靼实施反包围的好机会。若能以王勋部为诱饵，增援的明军在外围将鞑靼困住，与王勋部来个里应外合，鞑靼主力势必受损。明军确实也是这么安排的战术，但鞑靼也不傻，他们也看出了明军的战略意图，开始调整战术，开始分兵阻击，不让明军合围。明军虽然数量占据优势，但战斗力略弱，不仅无法完成合围鞑靼的计划，甚至快被鞑靼骑兵逐个击破了。身处洋河的明武宗得知应州的明军战况后，立马聚集洋河的明军预备队，与内外提督监督太监张勇、宣府总兵官朱振等人杀到涧子村增援。由于是皇帝亲自挂帅，所以参战的明军跟打了鸡血一样，战斗力飙升，拿命跟鞑靼兵拼。被围住的王勋部明军和被阻击的萧子部明军得知皇帝亲自来救援他们后，也激发了无限斗志。但这场殊死决战，明军并没有取得很好的战果，因为他们没有完成围歼鞑靼兵的规划。鞑靼鉴于又一支明军加入了战争，在天色已晚且自己兵力不占优势的情况下，果断决定润了。明军虽没有重创鞑靼，但也实现了会师，并救出了王勋部。双方休战后，明武宗把成余安置在了涧子村前线，这危险程度都不亚于当年明英宗将大军驻扎在土木堡了。但这也表明了武宗的抗敌决心，鼓舞了明军士气。好在鞑靼不知道大明皇帝参战了，不然他们肯定会不计伤亡地趁夜对明军进行突袭。10月初5一早，休整完毕的鞑靼兵主动对明军阵地发起冲锋，此举正合明武宗之意，双方再次开打，一直打到傍晚，才以鞑靼人的主动撤退而结束。这一天的战斗，双方的伤亡不会小。明武宗实录记载，这一天的战斗是成于己县，可见武宗本人也陷入了危险当中，甚至可能被鞑靼兵冲到眼前了。而他说的亲手杀掉一人，应该也是发生在这一天。10月初6，鞑靼兵主动向西退去，明武宗立马带兵追击。鞑靼兵且战且退，最后被明军追到了平鲁、朔州一带。明武宗想在此地再进行一次决战，不过天不遂人愿，突然刮起大风，吹得飞沙走石，天昏地暗，加上明军追击许久已经疲惫，朱厚照只得撤军。明武宗作为一个皇帝，敢于上前线亲自杀敌，并亲自斩获一个敌军首级，古往今来也没有几个皇帝能够做到。所以不论史书对武宗的评价如何，从应州大捷看，他绝对算得上是一个血性汉子，完全配得上武宗的庙号。不过明武宗实录中对应州大捷的描述是，竟然是我军死者52人，重伤者563人，实在令人大跌眼镜。毕竟双方10万大军厮杀一天，居然才死了不到100人。所以不少明史爱好者都认为明武宗的战绩被抹黑了。但仔细看看史书记载，会发现明武宗的战绩是正常的。斩虏首16级指的是获取敌方首级16个，并不是说明军只杀了16个敌军，斩首和实际杀敌数是不对等的。明朝军制中以斩获敌军首级为军功标准，但不是每个被杀的敌军都能被割到首级。以万历3大征之一的朝鲜战争为例，明神宗实录记载，朝廷前后斩获首级1600余颗，功可加上。而日军在朝鲜战争共阵亡了8万人，1006比8万，这个比例十分悬殊。同比例换算到应州大捷上去，16个首级对应的就是斩杀敌军800，这么看还是挺少的，是不是？
但别忘了鞑靼人还有收尸的习惯，实际杀敌数量破千是没什么问题。不过，虽然斩虏首十6级的记载是合理的，但重伤者563人就有些扯淡了。明军以步兵对骑兵10万人互砍，伤者的数量不会这么少，这个数据应该是有些粉饰了。明军伤亡数量被粉饰，还有一个记载可以佐证：明武宗班师回朝后，特意在奉天门外炫耀战功，将缴获的鞑靼人兵器展示给群臣看，众臣纷纷拍马屁，只有兵科都给事中汪玄熙极其愤慨，指责武宗，大意是应州之战明军伤亡很惨重，跟鞑靼兵的战损比相当悬殊，武宗却在此庆祝，不知道损失小的鞑靼人回去后会不会像我们一样大肆庆祝。朱厚照当然对此没有给出答复。应州大捷之后，蒙古人从此不敢轻易进犯明朝边关。蒙古小王子达延汗打完这一战回去后就去世了，年仅44岁。虽然史书上并没有说明达延汗的去世是否与应州战败有关，但本来还能活蹦乱跳，指挥部队长途奔袭攻打明朝的他回去后就突然去世了，肯定与这场战争不无关系。达延汗去世后，统一的漠南蒙古再一次分裂，可见这场大捷及时阻止了蒙古统一的进程，避免了蒙古草原上第二个成吉思汗的崛起，其意义是相当深远的。